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一集，我想要分享最近的皮膚狀況，為什麼這麼久沒有更新之類的。簡單講一下我最近皮膚狀況。我的皮膚大過敏，反反复复的過敏，所以整個月都沒辦法使用任何的美容儀。我有偷用一下，導入那種我用完之後也是會有刺激反應，所以我就不敢再用了，連面膜都不敢。但現在快好了，因為我再不保養了，那個皮膚會垮。最近照鏡子看到皮膚不笑的時候是往下垂的，到了某一個年齡，你只是用一般的保養塗涂抹抹，皮膚是会撐不住的。這2天我就瘋狂的用不同的美容儀，加上面膜之後，整個皮膚都有变好。我覺得這段時間試用新產品的代價是蠻大的，除了我自己買的產品，也有廠商寄過來的產品。最近比較嚴重的是廠商寄過來的產品，我有檢查過成分，是不錯的，也是我平常會用的成分，但我不是很確定為什麼我這次會大過敏呢？而且不是塗完之後馬上過敏，都是塗的3、4天之後，它才會明顯出現過敏的反應。所以陸陸續續的，前面我的皮膚塗錯東西了，大爆痘，然後皮膚有變得比較敏感了，這次過敏的反應就比較長一點了。很久都沒有完全好，已經超過2個禮拜以上了。中間好不容易有救回來，但是因為用了新的產品，它又有刺激的反應嘛，所以接着又過敏，前後加起來就1整個月。這段時間我除了不能敷面膜跟用美容儀之外，也不能用煙酰胺，特別刺激的成分就不用說了，不能用。煙酰胺這個成分，我平常是可以用到很高濃度，甚至我用完視黄醇之後都可以用的。但我這次過敏之後，屏障受損之後就不能用煙酰胺，甚至連有煙酰胺這個成分都會有一點點反應，會有影響。只要高於2% 以上的，都會有比較明顯的刺激反應，就會起沙，整個臉會凹凸不平，敏感狀況會變嚴重。所以我是停用這些成分的。維他命 C 也不能用，也會有一點點刺激的反應。這段時間我能夠用的東西，等一下一邊塗一邊介紹給你們了。我記得有觀眾有曾經說過，他對烟酰胺是過敏的。我想他的過敏反應應該跟我有類似吧。通常烟酰胺高濃度的烟酰胺一開始用是需要耐受性的，就會有點刺刺的感覺，但是過20-30秒之後就會消失了，也不會有很明显的刺激反應。這是我以往的經驗，也是大部分人會經歷的。那我曾經以為是這樣子而已，但是呢，我這次的過敏的反應呢，是類似屏障受損，它有刺激的反應，是真的讓你的皮膚持續性的刺激的反應，所以這種情況就真的是不能用了。等一下分享的產品呢，都不會有烟酰胺這個成分的，大部分都是我曾經在年度愛用分享過的。我用了什麼東西過敏，我先不講，因為我也不確實是不是因為它導致我過敏的反應啊。差不多了，我敷很久了。敷完面膜之後，你的比较透亮一點了，太好了，開始復活了。這段時間我都是用這個化妝水，它是沒有烟酰胺的成分了，成分也比較溫和。最近特別喜歡用它，因為它真的是很安全，然後保濕度也很高，也很舒適，不會有太滋潤、太黏的感觉。用量很多，多到快要用完。這瓶有500毫升了，比較大瓶的。那我用的是低分子玻尿酸哦，它是有2個玻尿酸的系列，这是 LH。然後它的精華液我也可以使用在這段時間，它也是沒有煙酰胺成分。接下來我用這個精華，也是我開場的時候有用的。拿來打底。如果你皮膚比較乾、比較敏感，可以用美容儀之前先用一點點化妝水跟精華先打底，之後再塗這種媒介，就可以稍微保護你的皮膚，讓你的皮膚有一些舒緩的成分直接滴上去。這個我也會大量的使用啊。那這瓶積雪草加 B5 的精華，在年度愛用的精華有分享過，它有45% 的積雪草的萃取，以及5% 的 B5 的成分。B5 這個成分在這段時間非常有幫助，很常用到它。給你們近看一下，
Sigmund 的產品，但是這個產品在蝦皮不好買哦，你可能要私底下跟賣家問一下。之前是有的，現在沒有。這段時間我也特別喜歡用這個精華，因為它的質地比較水嘛，可是它保濕跟舒緩效果特別好，剛好它也沒有葉酰胺的成分，所以就特別喜歡用它，覺得它真的是非常好用的。之前我能用的產品太多了，所以這個精華我就有點忽略掉。其實它是很棒的產品哦，葉酰胺不能用的情況下，能用的產品真的是比較局限的。其實近看還是能看到這個有一點紅點了，這就是敏感的引起的。額頭會比較嚴重，很久都沒有完全好回來。臉部就還好，臉部是正常的，摸起來皮膚，但已經好很多了。前幾天都是凸起來，現在是平的。接下來通常我會用這個 B5 的精華，30% 的 B5 也是 Sigmund 的產品哦。年度安分享過的這兩個都可以用。今天我想要換一個精華，我想要用美白的精华，可是我美白很多都不能用了，也很多都有加叶酰胺。這個年度安用有出現過，這個甘草的熊果苷美白精華，它是沒有添加葉酰胺的，而且它舒緩效果很好，也有積雪草的成分。大量的使用它，今天就用它。這個是新開了，已經空瓶1瓶了。我只要有用美容儀加敷面膜，皮膚都会特別吸收，那個角質層滲透率會比較高一點。剛剛我塗那麼多東西都吸進去了，現在超級舒服的，很需要那種保護感。接下來我要再塗一層神經酰胺精華，馬自亞麻松山油脂精華通常不会超過3個，我剛剛塗了2個嘛。這個是最後一層精華。如果我前面是用 B5 的精華，我就不會用這個美白精華，不會同時用這麼多。我覺得這個精華質地跟甘草美白精華蠻相似的，都是這一種半透明，然後它滋潤度也是差不多，膚感也是水潤的。大豆系列了，除了它的清爽版的化妝水是有添加葉酰胺之外呢，它的滋潤版的化妝水以及它的精華、乳液還有面霜都是沒有添加葉酰胺這個成分的。裡面有5種的神經酰胺加一些大豆發酵的成分，有一些益生菌，就特別適合皮膚很脆弱的時候用。那這次去日本呢，也會帶回來的。順便公布一下，我5月底會去日本一趟，所以大概6月中吧，大概6月10號之後會在蝦皮可以買到。這次會順便帶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可以代購的產品回來，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能夠全部都買到啊。如果時間足夠，我會先拍一支影片告訴大家我這次會代購什麼回來。接下來是眼霜，用這個表皮生長因子 Sigmund 的眼霜，然後我只用它這段時間比較保險一點。哎呀，又不小心擠太多，我只要對着鏡頭，眼霜都會擠很多。我現在會稍微壓一下，然後打圈，因為有的地方呢，紋路這邊你可能會不小心漏掉。我這邊的紋會拉一下，然後打圈。還有這邊。接下來是塗乳液，我最近都是用這個最保險的，也是松山油脂神經酰胺的乳液。乳液其實蠻耐用的，它很大瓶。前段時間呢，有觀眾問我，如果我只能帶2個產品，就是每一個項目只能帶2個產品，比如說精華只能帶2瓶，面霜只能帶2瓶之類的，我會帶什麼？那時候我想帶的東西跟現在完全不一樣，也不是完全不一樣，有一點落差了。因為我最近正經歷了很多東西不能用的時候，我發現我還是會以
修復為主，就是敏感肌修復為主。皮膚一旦敏感，你後面什麼都不能用的，像美白很多成分，還有什麼抗老成分都沒辦法使用了，你涂不進去了，它會不吸收。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還是修復、舒緩、修復、保濕這個基礎你能做好了，加上美容儀去加強，皮膚還是會變好，還是可以抗老。你有在做防曬、有保濕保養，它還是會變得比較白皙的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讓我皮膚過敏。最不能沒有的就是松山油脂這個系列精華面霜乳液。乳液部分我不會涂到鼻子跟下巴這邊，這邊油脂還是比較多的。我會用凝膠的 Best Nature， 這款也是沒有添加菸酰胺成分的，主要是多種玻尿酸還有龍舌蘭的萃取。它的質地是凝膠狀。年度愛用的面霜有分享過，今天用的很多產品都是年度愛用就有了，大家可以回顧一下。想要看詳細內容也可以看回那幾集哦，我放到影片最後面。好開心，皮膚有復活。接下來我講一下防曬了。防曬其實這段時間我有查過成分了，這幾個都可以。一定要物理防曬，化學防曬我是會有刺激感的，完全不能用。先淘汰2個，因為這2個膚感實在，它們會容易不均勻的。這2個雖然很溫和，但是不均勻，很容易浮上來。可是它們是很溫和的，如果你只是追求溫和保險的，這2個都可以。還有一些抗老成分、抗老修復成分，我覺得用的最舒服是這3個。如果皮膚比較油的朋友們呢，我想要清爽一點呢，我很推薦巴哈这個，因為它用了真的很舒服，還會有一點點霧面的效果。我給你看一下它用完之後，還有個2個小時之後的區別，確實是非常的舒適的。這個會有一點點霧面的效果，也不會拔乾。但是如果你要上飛機，或者是你本身皮膚已經很乾了，我就不建議用了。我之前上飛機之前用它，用的時候沒什麼，很舒服。可是，在飛機上，我皮膚就有點拔乾的感覺了，有點太乾了。但是整体的它的舒適度很高，又很清爽，特別適合現在這個天氣使用。上一集的純物理性防曬有分享過，詳細內容也可以看一下。The Lab 這個用完之後了，它會有一層保護膜的感覺，這個保護膜不會太滋潤。剛剛好，對我來說有一點水潤感，就不會太乾，但它也不會有霧面的效果，可是也不會很油膩。這個對我來說，我還是最喜歡它了，最保險是它。天氣熱的時候，我就喜歡用巴哈這個。然後另外想要修護效果更好的，多一點點的滋潤感，我就會選 Dulce。超級脆弱的時候，我就特別喜歡用它。它有5% 的 B5 成分，而且它不太泛白，非常自然。物理防曬那一集了。這些都有分享過，大家可以回顧一下。今天我擦的東西蠻滋潤的，所以我想要清爽一點，今天擦巴哈這個。我平常使用都會超級多塗，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樣啊，慢慢塗，慢慢疊上去，你就不會覺得很白。其實最後出來效果都是一樣。剛剛塗抹完好像很白哦，鏡頭上真的比較白。然後它過一段時間其實會跟 The Lab 這個亮白效果是差不多，不會差很多。它是一開始剛塗抹完會特別白，等一下它會刺進皮膚，就會變得比較霧面一點。耳朵顏色不同的，將就一下。反正我不會出門了，我要先好好保護我的皮膚，因為家裡也是有一些燈光啊，3C。都會有點影響。我先把脖子也擦一下，不然你們覺得那個鴛鴦臉啊，有些人看了會覺得不舒服，想要轉台。脖子上完保濕，用這個也是物理性防曬，這個是藍色的，它會比較自然一點，亮白效果。好多了哦。好，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。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，請記得幫我按讚，還有不要忘記分享、訂閱、按響鈴鐺。我們下次見吧，拜拜。